这次讲隋唐宗派。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佛教发展出了通常所说的隋唐八大宗，有天台华严、三论唯识、净土律宗、密宗、禅宗。讲宗派之前呢，先说一下佛教的社会发展情况。在隋朝的时候，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是大力支持佛教。隋文帝杨坚是尼姑养大的，所以他对佛教非常有感情。隋炀帝杨广也是兴建佛寺，组织佛经翻译，也很重视佛教。到了唐朝的时候，统治者尊奉道教的老子李耳为其祖先，所以唐朝刚开始的时候是支持道教而不关心佛教的。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7年下诏说，道士女冠应在僧尼之前，就说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当时的佛教界呀，就对这个诏书很不满，有一个高僧法林就去找李世民了。法林跟李世民说，你姓李没错，但是你这个李呀是出自鲜卑，是鲜卑族的李，跟老子李耳的那个李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老老实实的做一个胡人不好吗？你老老实实的信奉一个你们胡人自己的宗教佛教不好吗？为什么非要费那么大劲骗别人说你们是汉人，然后还重蹈一佛呢？法林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世民最痛恨的就是别人把自己视为胡人，法林哪壶不开提哪壶。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林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林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7天之后再来试刀。7天之后，李世民问法林，念观音有效吗？法林说，贫僧这7天来啊，一句观音菩萨都没有念，我念的是陛下您的名号。李世民说，你不念观音念我干嘛？法林说，陛下就是观音，观音就是陛下。李世民听完撇了撇嘴，少跟我这拍马屁，我可不吃你这一套。实际上啊，心中暗爽，最后也没有杀法林。李世民虽然对佛教不是很热心，但也有扶植佛教的表现。比如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之后，李世民还帮他组织了一场。李世民之后就是唐高宗李治。李治对佛教的态度比李世民要好一些。公元674年，李治下诏，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由之前的一前一后变成了一东一西，佛道地位就平等了。之后的2位皇帝，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也很支持佛教。到了武则天的时候，佛教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公元688年，有人得瑞石于泗水，石头上刻了一篇广武铭，其中有一句，化佛空中来，摩顶为受记。化佛就是化身佛，摩顶就是佛用手抚摸弟子之顶，受记就是佛对发大心的众生预先记名。一般都是说某某当于未来什么时候成佛。这句话呀，就说佛来为武则天受记，说你能当皇帝。公元689年，有沙门造大云经书，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主。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现在咱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南瞻部洲。公元693年，菩提流志译宝雨经，经中说，在佛灭度之后若干年，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将有一菩萨现女身为自在主。自在主就类似转轮圣王，指国王、皇帝什么的，暗指的就是武则天。总之呢，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大造舆论。作为回报，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得到广泛支持，从而使唐代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在佛道关系上，武则天一改太宗先道后佛的政策，开始举佛易道，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还造过一尊巨大的佛像，佛像的小指里就能容纳数十人。
大家看电影要是演武则天那个年代的话，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大佛，大的都到天上去了。实际上当时真的有一个那么大的佛像。武则天之后的几届皇帝还好，但是到了唐武宗李炎的时候，由于当时朝政腐败、战乱频发、国势衰弱，再加上李炎迷信道教，所以在公元842年到845年，李炎搞了一次灭佛运动，规定每个省留一个寺院，一个寺院最多20个僧人，剩下的寺院全部拆毁，和尚还俗，土地收归国有，佛教受到了沉重打击。李炎之后的几任皇帝对佛教政策还算宽松，但是唐朝没几年就灭亡了。然后五代十国的时候，周世宗又整顿了一次佛教，全国只留2000多所寺院，剩下的寺院全部拆毁，和尚还俗，土地收归国有。经过这么2次打击之后啊，佛教就再也没有像之前那么昌盛了，而且佛教自己也不想再昌盛了。佛教自己也会反思，有事没事来个法难，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发展的太壮大了。佛教的土地多了，国家的土地就少了；佛教的僧人多了，国家的劳动力就少了。那国家看你肯定不顺眼呢。所以佛教必须进行自我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改革。下面说一下佛教的庄园经济与农产经济。先说庄园经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国家对佛教的政策一直都是免除僧侣们的一切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因此寺院成了人们逃逸避税的理想场所，逃逸避税也成了僧侣队伍不断壮大并且与封建皇权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南北朝的时候，统治者经常赏赐寺院田地金钱，寺院有了田地之后呢，就要雇人来种，这样就有许多农民变成了寺院的附庸。一个寺院其实就是一个地主庄园。到了唐朝的时候，国家规定只要你是僧人，就给你配30亩地，而且免劳役、免赋税。待遇如此优厚，大家都争着抢着当僧人。当了僧人就等于当了地主啊。这样僧人就越来越多，田地占有和财富积累的也越来越多。这样佛教对帝国的财政影响非常大，所以遭受法难是必然的。除了庄园经济呢，唐朝的时候又发展出一种农产经济，这个是禅宗的四祖道信最先开始搞的。农产经济的特点就是不依赖于国家，不用国家给我分地，而是自己开荒，自给自足，把参禅跟干农活结合起来，叫做农禅合一。隋唐八大宗里边只有禅宗是农产经济，其他都是庄园经济。所以为什么唐末的2次灭佛之后，其他宗派基本就没声音了呢？除了在佛理的发展上没有适合中国国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之前赖以生存的那种庄园经济模式已经不存在了。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啊，国家终于想明白了，我没事给寺院那么多地干嘛呀？我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所以从宋朝开始，国家对佛教既不过分崇拜，也不过分抑制，既不使其经济实力过度膨胀，也不让它完全萎缩。你寺院就老老实实的搞农禅，老实的种你的地，大家相安无事，这就可以了。而佛教呢，也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他们通过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意，自己并不想变成帝国的经济毒瘤，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我们没有那个野心。这就是佛教的经济改革，主要是禅宗的改革。禅宗的这些祖师啊，是真的有智慧。平时大家总是在佛理上讲禅宗，就说禅宗能提出适应中国土壤的佛教的新的教义。其实啊，禅宗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厉害的地方，就是经济改革。教义改革和经济改革，这是禅宗的2大改革。最后简单说一下唐朝的佛经翻译。首先介绍玄奘法师。玄奘俗家姓陈，13岁出家。出家之后学佛教的这些理论，南地论、北地论还有摄论师学了好多。学了很多之后呢，就感觉很乱，
有人说阿赖耶识是真如净法，有人说阿赖耶识是染法，有人说始觉，有人说本觉，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玄奘法师就很困惑。后来遇到一个印度僧人跟玄奘说现在在印度有一位戒显论师在那兰陀寺讲授弥勒菩萨的一切实地论，那个是正法，可以解决你的这些困惑。玄奘法师很高兴，就上书李世民请求西行求法，结果李世民没同意，玄奘法师就偷渡出国，顺着丝绸之路千里迢迢就到了印度。到了印度之后就跟戒显论师学习。印度宗教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同宗派之间经常要辩论。当时小乘佛教正量部的势力很大，正量部跟一些行派就经常辩论。玄奘法师就参加了几次这种辩论，每次都赢，结果名声大振。当时印度的国王戒日王对玄奘也是礼遇有加。在外游历了17年之后，玄奘法师在46岁的时候返回长安，开始他的译经工作。小乘的、中观的、一些行派的翻译了很多，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将印度一些行派10大论师各自对唯识30论的注释揉译成一本成唯识论。现在大家要是学唯识的话，基本就是成唯识论。不精读成唯识论的话，你是不能出去跟别人说你懂唯识的。就好像中论、大智度论，你不精读的话，你也不能说你懂中观。像我都不敢说自己懂佛学。有人建议我开直播给人答疑，我说我可没那本事。佛教经藏浩如烟海，你随便摘出一段就能把我问住。所以如果我直播答疑的话，那就是我以为我在直播答疑，实际上我是在直播丢人。除了玄奘法师的翻译之外呢，其他重要的翻译还有佛陀多罗译的圆觉经，什刹难陀重译的华严经和楞伽经，波拉密地的楞严经。圆觉经和楞严经都是讲如来藏的，对后世影响很大。先休息一下，下次课讲天台宗。